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4月的爱用品。这个月没有买什么彩妆保养品，4月的扣打都被拿去买衣服了。想看我买了什么衣服，可以去参考上支影片。那这个月呢？不是这个月，那上个月呢？我也第一次去接了睫毛。我从以前就知道接睫毛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几年前在工作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妹妹，她有去接睫毛。我可以由上往下看到她这个接的睫毛基本上已经全部掉光了，它只剩一根，就是你眨眼的时候会看到一根在那边眨，然后她自己的真睫毛也完全都掉光了。我就觉得哇塞，我不想说很丑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不知道这个妹妹她有没有去拔睫毛还是怎样，她真的整片睫毛都不在欸。然后我就觉得接睫毛原来会掉这么多睫毛吗？好可怕哦！是睫毛长不回来吗？我觉得我有一种创伤，不是在我自己身上，但是我看到别人这样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不想要这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然后再加上皮肤科医生的宣导，现在很多皮肤科医生就会说，我当皮肤科医生绝对不会做的5件事。然后呢，他们可能其中一项就是去接睫毛，他们就会出示那个照片是这个人的接睫毛上面呢都是一点点白白的，然后是脏东西，是没有清干净的。所以我就觉得接睫毛好像真的很不好，反正就是一个契机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去接一下看看，因为我很想尝试，但是我一直在抵抗这个念头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不试怎么知道？如果我真的不喜欢，我以后就不会再去接，我就不会一直有这个欲望。而且如果接完真的没有清干净，真的怎么样了，有问题都还可以再去卸掉，所以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大不了的事。所以目前呢，我接的就是自然款，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因为我接完当下有种后悔的感觉，我就想说，我应该要接浓密的。因为接完自然款其实就跟我自己刷睫毛的效果差不多，就我刷完睫毛大概就是这样，就睫毛看起来比较粗，比较卷翘一点。自然款对我来说不够浓密，我一开始想要去接睫毛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睫毛看起来更浓密，因为我睫毛有一些空洞的地方，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睫毛去补那个空洞感。已经接完2个礼拜了，也没有什么任何不适或者是没有清干净的地方，所以我接完是真的还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好方便，不用每次录影片都还要那边纠结我眼线、我的睫毛要怎么用。我觉得以我化妆速度来说，真的省了15分钟吧。而且我其实一开始很怕有东西会掉我的睫毛上面，卸妆的时候如果有余粉掉到假睫毛上面的话，你就拿棉花棒沾卸妆水这样轻轻的把它拨掉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好喜欢哦。我已经预约我2个礼拜之后还要再去接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浓密。我想要再接更浓一点，就是可能没有化妆也有一点妆感，可能出去外面有些时候比较懒，然后接个睫毛，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放电，不用在那边花15分钟弄眼线、睫毛膏的。其实只要遵守好指示，接睫毛真的蛮无负担的，推坑给大家。那就是因为我去接了睫毛，我就去买了卸妆水，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贝德玛卸妆水。这个牌子我也是很久以前就有用过，而且在法国买真的很便宜。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一直拿化妆棉，然后在那边撸到都没有颜色了，就是才算干净。可能有些眼线啊、睫毛膏是卸不掉的。我那时候用完就觉得，好，我用过了，就这样。我好久没有用卸妆水了，我都是用卸妆油。我那时候就用完就觉得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想尝试，一直轮不到再用它。我回来台湾之后就发现大家一直在疯狂迷这个牌子，但是我本来就知道它很好用，我知道是我信任的牌子，我用完不会长痘痘，不会刺激。有些卸妆水卸的时候会有一种刺痛感，这款也不会，反正它就是一款很正常的卸妆水，会把我的彩妆卸好、卸干净。我现在卸妆的方式就是使用卸妆水搭配卸妆巾，我觉得这样卸得蛮干净的。然后像接睫毛，靠近睫毛根处的地方，我就是拿棉花棒轻轻的把缝隙清干净。
而且基本上现在我没有在用防水型的彩妆，像是睫毛膏啊、眼线，所以其实卸妆水就蛮够的。如果你出去玩的话，你就可以分装成小瓶的，很方便，不会像卸妆油一样搞得满手都是的。但是提醒大家，用完卸妆水之后还是要洗脸，或是至少用清水把脸洗过一次，因为卸妆水里面多少还是含有界面活性剂，界面活性剂对皮肤不好，所以还是要洗脸啦。那接下来是 Pony Effect， 两项非常有名的产品，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使用 Pony Effect 的东西，很有名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买。第一个是水透光妆前防护乳，我一年用不完一罐防晒吧。有些时候我就只擦脸，然后身体就是包紧紧的，50ml 的我一个夏天真的用不完。这个大家应该也是熟悉到不行吧。还有个压头，这罐我使用的方式是，如果只是想要擦防晒的话，我就是先上它，然后再喷一层定妆喷雾，等它干之后，我就会全脸上有颜色的蜜粉，这样我觉得其实撑蛮久的耶，因为其实它这个妆前乳它自己本身就蛮控油的，它不黏腻，我觉得每一罐防晒都很黏腻，它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不黏腻了，它不会那种满脸油光感，再加上定妆喷雾，它就会更扒在你的脸上，因为它这一瓶是没有润色效果的，所以我就会上一点肤色的蜜粉，就可以有那种润色的效果。而且它这个牌子时不时就会买一送一 ，Costco 卖的好像是945还975两条，很划算。那第二个就是小金砖，就是有名的绝对持久无瑕气垫粉饼。它这个气垫粉饼一开始没有装好，我原本想要买小银砖，我本来想要有微雾光的妆效，但是台湾夏天实在太热了，我不想要有妆溶解的可能性，所以我还是买了最持久的小金砖。我一开始摸到这个粉扑，就是哇哦，这是什么奇妙的材质？它摸起来真的跟一般的粉扑不太一样，无法形容。我买的色号是03，我也是一直爬文，看大家都买什么色号的。你不要看它那么深，它这个03其实对我来讲还是有点太浅，真的是可以看出来跟脖子有个断层。所以我用它就必须用一点修容在这边，让这个断层跟脖子有点连接，才不会看起来有面具感。妆效很美，闻起来有个水蜜桃的味道。为什么我一直以为这个有防晒啊？他们的气垫就是这样子搭配一起使用是最好的。我觉得小金砖对我来说没有非常非常的控油，没有像大家说可以撑10个小时不出油，但是我觉得它出油看起来是好的，不是整个会妆溶解土石流的样子，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它出油之后，它不会带着我其他脸上的彩妆一起暗沉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人生中用过的气垫粉饼就3个而已吧，因为气垫粉饼对我来讲就是粉底液，但是它不会让你的脸整个有收干的感觉。忘记今天要来用一下了，可以做个实测，下次有机会。那下一个是阿咪咪我爱磨皮柔焦蜜粉，它这罐是10克的，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是筛网型的蜜粉，粉扑跟这个筛网中间是没有隔层的，就是直接放在这上面。它的这个粉，我拿刷具搓的时候也会飞粉，你看我用起来是这么干净，我自己用起来它是没有粉会从那个筛网里面这样喷出来啦，就是我有比较小心一点。它这个蜜粉我自己看起来它是没有会白白的，但是它很有收干的感觉，我喜欢那种收干的感觉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脸摸起来滑滑干干的很舒服。如果你是干肌，你不喜欢你的皮肤连水都有收干的感觉，那这一个就不太适合你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喜欢控油控到不行的，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，很柔焦，然后因为筛网的关系，它的粉真的很细。但是这一罐的话，我就是只有局部使用而已，因为我想要稍微保留我两颊有的一点光泽感。我最近没有走很雾的路线，所以我就是定在 T 字而已。现在屈臣氏我还是有看到存货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赶快买起来。接下来是 Kate 唯我血色护唇膏，我买的色号是08。
我在架上看08跟06的盒子，我在那边看超久的。它08跟06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，就是盒子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买的那一家没有06使用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08跟06色号是差在哪里。我现在嘴上擦的是唇釉，我觉得08的这个色号跟我嘴上的唇釉颜色很像，很土，很好看。它擦起来就是那种润唇膏啦。我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防晒，它是 SPF16 PA++。因为你在擦防晒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拿一般的防晒来擦嘴巴吧，所以只要是有防晒护唇膏我都会买。像是 Kiehl's 也有防晒护唇膏，它的 SPF 就比这个高一点点。我觉得嘴唇的防晒也很重要，所以当下我一看到 Kiehl's 有新出这一个护唇膏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下来。我也很喜欢唇膏，我也很喜欢唇釉这种东西，但是其实我真的蛮懒得擦的。我觉得嘴上有东西的时候，我整个人会变得很悲，所以我有些时候不会擦唇膏。可是这样子画一个全妆，你嘴上没有擦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蛮怪的。擦有润色的护唇膏真的蛮方便的，而且它又有防晒，出去玩随时都可以补欸。就算你唇彩掉了，之后也是可以拿这个润色护唇膏来补，也不会看起来很奇怪。里面内容物是3.7克，而且这一支原价只要180，宝雅屈臣氏就是85折，屈臣氏星期六还有77折，所以一支才150几块，我觉得很划算耶。而且好像是有4、5种颜色可以选吧，不同色号的都可以买起来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2个橘朵的腮红，第一个是润色丝滑单色腮红，色号34。第二个是橘朵单色腮红，色号35。34是一个比较枫叶红的颜色，它很显色，也是可以把它拿来当做眼影。它秋冬感比较强一点，因为色感比较重，比较不适合夏天。但它这个颜色很美，我觉得我也有这种眼影，它可以当眼影，可以当腮红，也是一个很百搭的颜色，也很显白。35号的话就是很一般的土色，很漂亮的奶茶色，但它色感没有那么重，它比较没有那么显色，所以如果你擦一层不够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叠擦。这一个35号比较不会让你失手，但也是很美。我今天这一块呢，其实就是这2个一起用的。34的话，我真的就是沾一点点，2个混在一起上到脸颊上，然后前面这一块呢，我就有用35再稍微补一点。今天走的路线就是比较土色一点，而且这样擦的话，就可以避免看起来脸很像泛红，气色又看起来很好，喜欢。而且橘朵腮红才100多块而已，当初我还超怕踩雷的，感觉可以再去多买几颗。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讲，让我给你们看看，橘朵这一个35号，其实跟这一个是 Himi 的10号 Honey Beige， 你看这2个颜色多像，现在可能稍微有点色差，但是连色差过后，这2个颜色就是一模一样啊。因为我先买了这一个 Himi 的，后来我收到35号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什么？我居然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颜色，都很美，上脸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所以这2个你就择一购买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要讲一个手机壳，这是一个有手机支架的手机壳，它是稍微有点凸出来的，它这一圈也是可以用磁吸式充电。如果你想要无线充电的话，就不需要把手机壳拔下来。我怎么这么晚才发现这个东西呢？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，它这个呢，你可以搬下来，而且它这一个是稍微可以调角度的。你想要很直立啊，或者是比较平躺一点，这样子都可以，可以依照你想要看的角度来调整。然后它这样开之后，你也可以把它放成横躺的，可以这样子立在桌上。但横放的话就比较不能调角度，它比较是直立一点。但我觉得有这个好方便，就平常我在走路，我在拿手机的时候，我也会把这个翻下来，我就会把2只手指头这样子穿过去抓住我的手机，会有一种更稳固的感觉。或者是说可以这样子把它夹在你手指中间，然后这样子握手机，
我觉得也很稳固，很方便。你手需要支撑的重量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你可以手稍微放松一点。然后有些时候你会出示你手机上面的页面，扫条码兑换东西啊，那你就是这样子出示你的手机。我也会这样子抓给人家看。它这个圈就是配合磁吸式，所以才这么大一个。我觉得这很方便就是像我大拇指很短，我大拇指能碰到的地方就是这里了，是比较能舒服的握着我的手机。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手机壳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。虾皮上面都买得到，有一个牌子它好像卖499吧，我就想说，其实没有很贵，还是上虾皮看一下好了。虾皮上面只要100多块，目前我用了1个月，它那个卡榫还没有松掉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也有其他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，它旁边这个音量键也非常好按，不是那种塑胶一体成型，你需要施力很大的，它压下去的感觉很轻松，它每一个孔都是有对准的。虽然才100多块，我觉得这质感还不错。我手机也有喷出去过，也是保护的蛮好的。我觉得平放就很占空间，把手机直立起来感觉更方便使用。如果你也喜欢能够把手机这样直立式的放在桌上，不需要有特别充电的需求，那这一款你就可以试试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有被推坑，最近很喜欢推坑。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，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，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 Ciao。